讲可以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勇气，给人以斗志。弱者敢于迎战强敌，哀兵能够战胜骄兵。成语一鼓作气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讲的就是这样一段故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学习中国成语，掌握汉语精华，了解中国历史，领略中国文化。欢迎收看本期三川讲成语。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成语是一鼓作气。一鼓作气翻译成英文就是 at one flew。一鼓作气这座成语是从中国古代冷兵器时期军队作战时，双方在冲锋进攻时用击打战鼓的方式鼓舞士气演化而来，比喻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松懈懒惰，要趁一开始情绪高涨干劲旺盛的时候投入全部的精力，全力以赴向着自己的目标奋力前进，就能达到目的。反言之，如果等原有的勇气和力量逐渐衰退才开始追求目标，便会容易失败。一鼓作气这座成语的出处是来自《左传》中记载的曹刿论战的故事。《左传》是中国古代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共35卷。《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汉朝以后多称《左传》。《左传》是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左传》既是一部战略名著，又是一部史学名著。《左传》中记载了很多富有哲理、流传很广、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一鼓作气便是其中的一个。这个故事说的是在中国古代的春秋时代，也就是距今天2500多年前。当时的中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各个占据一方自立为王的属地之间经常彼此征伐。当时有一个叫齐国的国家发兵攻打鲁国，这两个国家都在今天中国山东省境内。那时齐国比较强大，鲁国却有些弱小，双方实力悬殊。可是齐鲁两国交战的结果却是鲁国以弱胜强，把强大的齐军打得大败。据《左传》这部书中记载，鲁国的胜利是和春秋时期鲁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曹刿的精明策划有着很大的关系。齐国的国军大军征伐鲁国之前，齐鲁几次交战，鲁国都被打败。听说齐国的军队压境，鲁国的国君鲁庄公和群臣大惊失色，不知所措。这时一直隐居的曹刿求见鲁庄公，主动提出为抵抗齐军出谋划策。鲁庄公问曹刿：齐强鲁弱，我们能打赢吗？曹刿反问国王：陛下感到自己为百姓办了哪些好事，能使百姓和您同心同德地去抗击敌人呢？庄公说：我虽然尽职不够，不过还是时时能想到百姓，吃穿不敢独享，经常分给人们。曹刿说：这很好，但只靠施这些小恩小惠，百姓还不会真心实意地跟陛下去作战的。庄公又说：我还时常能想到百姓的疾苦，凡重要的诉讼案件都亲自考察，不因为自己的所爱而滥赏，不因为自己的所恶而加刑，一定按照事情的实际情况做出处理。曹刿高兴地说：好，真能做到这样，我们就可以和齐国一决雌雄了。鲁庄公进一步地问：我们用什么方法才能战胜齐国呢？曹刿说：打仗要根据战场的千变万化随机处置，绝不能事先凭空决定采用什么固定的战法。我愿意和陛下一起率军前去作战，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谋划。庄公认为曹刿讲得非常有道理，于是和曹刿一起带领着大军前去迎敌。齐鲁两军在长勺，也就是今天中国山东曲阜的北部摆开了阵势。齐国的主将鲍叔牙因为一路进军顺利，有轻敌之心，首先下令击鼓进军。齐军呐喊着向鲁军的阵地冲了过来，
庄公见状，也准备击鼓迎敌。曹刿连忙制止，便要庄公传令全军严守阵地，不得乱动和喧哗，擅自出战者斩。鲁军丝毫不动，齐军冲不破阵势，只好退了回来。鲍叔牙又下令第2次击鼓进攻，齐军再次向鲁军的阵地冲了过来，鲁军仍然是纹丝不动，齐军便又一次的退了回去。鲍叔牙见鲁军2次不出动，以为是确阵，下令第3次击鼓进攻。这时曹刿果断地告诉鲁庄公，击鼓冲锋。随着激昂的战鼓声，鲁军在阵中杀声骤起，士兵们像猛虎出笼般的冲杀了过去，齐军被杀得七零八落，丢盔卸甲，狼狈逃跑。庄公见齐军败退，准备下令追击，曹刿忙说：“别急。”他仔细查看了齐军逃走战车的车轮在地上痕迹，又登上了战车，向齐军逃跑的方向望了一阵，这时才让庄公下令全力追击。鲁军追杀了几十里，斩杀俘虏了许多齐军，缴获武器无数，全胜而回。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长勺之战。鲁国以弱小的力量打了胜仗。鲁庄公问曹刿，为什么直到齐军第3次击鼓进军时才要下令出击？曹刿说，打仗主要靠的是士气，而击鼓就是为了鼓舞士气。第1次击鼓进攻，士气旺盛；第2次再次击鼓进攻，士气便已经衰落。待到第3次击鼓进攻，士气便完全消失了。而我军却是一鼓作气，勇气十足，当然就能把对方打败了。庄公又问，为什么齐军逃走，你不让马上追赶呢？曹刿说，大国之间的交锋虚虚实实，齐军虽然败退，也要提防有诈。庄公十分佩服，说，你真是真正的军事家。立即拜曹刿为重臣，掌握鲁国的军事国防，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后来这则故事被记载在《左传》中，演化成了成语一鼓作气。所以我们也要抓紧时间，一鼓作气地把中国成语学好。感谢收看本期三川讲成语，我们下期再会。